劝大家尽早用无人兜底的态度过这一生。什么叫无人兜底？就是说你从今天开始，从现在开始，你得把你自己当成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一个依靠，不是父母，不是伴侣，不是朋友，就是你自己一个人。当然，这不是说让你变得自己冷漠，而是让你更加的清醒认识这个世界。我上个视频说，让大家无论怎样都去做一个自媒体的账号，因为不管你怎么做，它都是成功的，它就没有失败这么一说。你做成了，皆大欢喜；你做不成，也变相的提高了你自己的学习能力。所以说，它没有失败这么一说。但是我也认真仔细过，看过了我底下的评论区，其实大多数的人活的都像个巨婴。当然，大家别玻璃心，为什么我会这样讲？很多人你们可以看一看评论区，上一条视频的还没开始就给自己找了一大堆的借口，什么做自媒体3个月没有播放量我就放弃了，不想想自己的原因，还怪那个平台不给你流量。一遇到拍摄的问题就想着去付费学习，找个地方学，找朋友帮忙给你拍摄，总觉得有人能替自己解决所有的问题。明明自己还没有开始，却盲目的去购买那些昂贵的设备、拍摄素材，指望着靠装备就能够突破自己的瓶颈。要么呢，就是说现在都需要有团队、有技术、有头流，得付费，不然普通人压根就没有任何的机会。那请问你做过吗？就是你以为的追梦，其实上就是根本对你自己没有产生负责而已。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各位，我普通人，一个人没有团队，就我自己一个手机面对着镜头自己在拍，没了，拍摄剪辑没了。无人兜底的思维逻辑其实是非常简单的，就是你做任何的决定之前，你要问问你自己，如果说明天所有人都消失了，那么你能不能活下去，能不能活得更好？就这个问题会倒逼着你去建立这个真正的能力和你真正的思维，而不是这个依赖的关系。那么为什么这个思维我说它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成年人的本质是什么？就是无人兜底。你的父母终有一天会老去，你的伴侣也有自己想要过的人生生活，你的朋友更不可能一辈子都围绕着你转，对吧？那么唯一离不开你的只有你自己的认知和你自己的能力，伴随着你一辈子。但是又有很多人他不愿意去接受这个事实，他就不愿意接受，他就总觉得我的人生就应该有人给我兜底，我的人生就应该有退路，应该有人给我在背后拖着我，对吧？但是你有没有真正的想过，各位，你真正去做事的时候，这种态度会让你在这种关键的时刻永远拿不出100%的拼劲去做。我之前认识过一个做自媒体的一个朋友，他起初半年的时间几乎是零收入，就是全靠家里他父母给的钱。他总是在我面前说，我有父母兜底，我做不起来，大不了我就回家。我和他是同一时期做的自媒体的，具体是谁我就不说了。现在在互联网上的，反正也是有一席之地的。就是我清楚的记得有一天他还在乐呵的拍视频，结果呢，他的母亲给他来了个电话，说你父亲做生意失败，赔了很多钱，家里再也无法给你提供这些经济支撑。从那一刻我就发现，所谓的退路根本就不存在的，就是孤独独立的开始，那么才是让他真正能够研究这个平台的规则。凌晨4点起来写脚本，5点开始拍摄，6点开始剪辑，8点开始发，这样过了半年的时间，他现在的账号也做起来了，月入咱就不说多少了，起码得4位数以上，对吧？几乎是过万了。但是他和我说，最重要的并不是他现在的收入，而是他明白了只有自己才能给自己带来的安全感，就是无人兜底的感觉。除了你自己，就是这件事让我最感同身受的，就是从那以后我在做内容的时候，我就从来不心存侥幸偷鸡摸狗，每天坚持输出高质量的视频，对吧？同时呢，拓展自己多个变现的渠道，就是我在同一个视频可以发布在不同的平台，对吧？那当然某一个平台可能流量比较低，那某一个平台可能就比较高，这就是我给自己兜底的感觉，我很有支撑。这个转变也不是说我突然之间就开窍了，各位，是因为我懂得了在这个内容的创作的这条路上，唯一可以依靠的就是自己的创作能力，还有自己的商业思维。那么很多人听到这儿又开始反驳了，不是说创作内容又需要团队，对吧？那我想说的是，就是一个人的能力有限，但是呢，真正的创作并不是
等别人来成全自己，而是自己有独立创作的空间能力和与人合作的本事。当你有了独立能够完成一个项目的本事的同时，那这个时候你才会发现掌握了这个内容创作的一个主动权。各位，真的，为什么说无人兜底会倒逼着一个人去成功呢？因为无人兜底会倒逼着你去做3件事。那么第一件事就是打造你这个创作内容核心的能力，不是说你随随便便，我今天发了一个短视频碰碰运气，那没有流量，后天我再碰运气又没有流量，大后天我不干了，而是说你系统的去学习这个内容的创作和这个全流程。全网都在说做自媒体都在抄，大家都耳濡目染，对吧？但是抄你会吗？各位，我今天教给你一个最简单的方法，你会看到所有的自媒体的博主都教给你怎么抄，对吧？那你是不是能找到所有博主讲的那个大差不差的文案，对不对？那么当你找到这一部分博主创作的文案，那么你把它放到你的 Word 文档上，然后你去对比这每一个博主，你找10个，每一个博主他怎么去改的，他改动的哪里，那么你不就找到区别，你不也会改了吗？如果说你不会，你就是懒，没有别的原因，对吧？那么第二件事就是培养创作者的心态。很多人就是我一焦虑，我没有流量，我就开始诉苦，我没有流量，我就好焦虑，坚持自己拍了10条短视频没有流量，对吧？但是我可以明确的在这儿告诉各位，我这个账号大家去主页看一看，我剩下了多少个视频，这是我拍了1000多条短视频，剩下的这些，那么你去看一看有多少，回来之后打在评论区，把这个数字，然后你有什么想说的，你也可以发表自己的感受，对吧？所以说最终做内容还是一定要靠自己，你最终一定要调整自己，学会那个分析数据的能力啊，多去创作的能力，对吧？那么这不是压抑，而是让你变得更加的专业。那么第3件事就是你要为你自己的内容负责，你不会再去抱怨平台的不公和流量的不公，你不会再去把这个失败归结于其他责任的原因，对吧？因为你要清楚的知道这个内容创作的最终是要靠自己承担，那这样呢反而会让你自己更加的去坚持和坚定你这个创作的能力，对吧？我记得之前有一个博主在互联网发布，他辞掉了之前的高薪工作，全职在家里做自媒体，大家都觉得他疯了，包括他的家人。但是他在自媒体上，我清楚的记得他讲了一句话，如果老想着做不好就回家，那么你就永远做不好你的内容。当你切断了自己所有的退路，反而更知道下一步你该走哪条路了。他现在的账号虽然粉丝不多，相信大家也知道是谁，但是他的粘性非常高。当然我说到这儿不是让大家去辞职这个高薪的工作我只是说需要有一个态度去做一件事情，用无人兜底去过好你自己的一生。它不是让你过得更孤独，它是让你活得更清醒。你可以爱人，你可以被爱，对吧？你可以接受其他人的帮助，你也可以帮助别人，但是不要把自己的希望都寄托在别人的身上。这个世界是非常现实的，你弱的时候坏人是最多的，你强的时候全世界都会对你和颜悦色，对吧？所以与其指望谁来救你，不如让自己变得现在不需要任何人来救。从今天开始，把自己当成一个唯一，也是一个唯一的依靠，然后不要幻想着你身边永远有谁在背后托举着你，不要再把失败的责任推给环境或者说其他人。你的人生从来都是你一个人的主战场，你一个人是将军，所以说不要怕，你比你想象的更加的强大。那些都以为你自己离不开的人或者离不开的事，其实都可以放下的。你回想一下是不是这样？那些真的，如果说你感觉那些事情你做不到，只是你还没有被逼到绝境。所以无人兜底它不是悲观的，而是让你清醒的、乐观的，更加乐观，更加清醒。因为当你知道一切都需要靠自己的时候，你会认真对待每一个选择，珍惜每一个机会。所以说当你拼尽全力去想要活到自己的最好的生活的时候，你这辈子一定要记住各位，永远靠的都是你自己。